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去什么地方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在我的计划当中，为什么呢？我其实之前有去拍一个地方，那一天我拍了2集，然后呢，最诡异的是，我回来要传影片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我把我的那个 DJI 插着我的电脑，然后再传档，结果我去忙别的东西，再回来一看，说什么记忆卡毁损，需要格式化。那我当然是不格式，我尝试要救影片，结果跟大家报告，影片全部消失。虽然我可以救回第1集，大家看那个3月5号的那个影片的话，应该会发现到，其实讲故事的地方，我全部都是事后在录的。我只能救回那1集。原本那个地方其实很精彩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档案就是救不回来。所以因为我出国前嘛，我就是一定要赶快赶一些影片嘛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过年，所以说我就没办法再把这个地方给拍掉。那今天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据说以前是幼稚园，那它怎么废弃的呢？其实因为这个地方附近真的是少子化了，没有什么小孩，那这幼稚园在这边自然而然就废弃了，这个样子。对，好，那至于它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说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哦 ，Let's go。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地方哦，有过荒郊野岭的，然后 K2 现在职场没有反应，来吧。对啊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影片搞没了，真的实在是哦，要不然那里可是精彩的很啊。对，天啊，这边的路都已经变成这个烂烂的状态了哈。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，你看连操场都是荒烟蔓草，这个怎么走啊？想要走去操场那边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游乐设施之类的。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对，这里根本没有办法哈。来吧，先看这一间。哎呦，厕所。这是小朋友用的吗？对，应该是。你看那马桶特别小，还有 cold、hot， 还有2面镜子。但是洗手台对小朋友来讲会不会太高了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个就是蹲式的，但我说真的，这个幼稚园似乎对小朋友不太友好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东西都很高，我去过一些幼稚园啊，他们那个都很矮啊，马桶也很小。好，哦，这间是厨房哎。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应该值钱的东西都被偷光了吧？因为这地方其实真的非常非常久了，我也知道这地方非常非常久了，但从来没来拍过，请原谅我。对，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接下来
我就来告诉大家了。那至于这个地方的什么样的传说呢？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，你已经看不出来早期是个幼稚园了，里面都空掉了。但是我有说过，有传说、有故事的地方就会有我的身影。虽然我知道这地方蛮久了啦，对。好，那它有怎样的传说呢？其实这个地方它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虐童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呢，据说早期很多来这个地方就是托育小朋友的那些小朋友，常常都会表现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行为跟状态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有一个观众告诉我说，他的小朋友早期有托育到这个地方来，那当然很久了嘛。然后呢，他的小朋友就常常会怪怪的。当下他们都觉得还好，怎么样？会不会是小朋友就是很天真啊，没有想太多啊？然后甚至在想说，会不会是最后就是小朋友可能自闭症这样子？为什么呢？他就发现他的小朋友就是常常对着空气讲话。然后呢，当然童言童语嘛，我小时候也会嘛，自己在那边玩得很开心，拿玩具嘛。可是久而久之，大人会觉得不太对劲，这样还蛮诡异的。他到底在跟谁讲话？然后他就有去问他的小孩。然后那小孩就很天真跟他讲说，那个在幼稚园里面看到那个哥哥啊，他今天有陪我回家啊，然后跟我一起在这边玩啊，等等这些。他父母亲听到很恐怖。那重点是幼稚园这3个字，他们家长听到有点毛，你知道吗？那有去查说，这幼稚园其实以前没什么事情，没什么状况，这块土地似乎也没有，以前也不是乱葬岗之类的。然后去问这附近的一些长辈，那为什么他小孩会这个样子呢？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嘛。然后呢，就这个观众他就有去问，也是在这边托婴的那个家长，因为通常都会认识嘛。然后就有在聊说，最可怕的就是说，他没有发现，不止他家的儿子这个样子，其他家长家的小孩也有这样的状况哦。其他家的小孩也是说有跟那个幼稚园哥哥一起玩啊，然后他也跟我回家啊之类的。那其实大家听了有点毛。然后呢，就有一天嘛，那家长就是说，那他比较早下班，就过来看他小朋友在幼稚园的状况。结果他发现有几个小朋友都会围在教室里面跟空气说话。他们不是说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有可能会这样跟你玩啊，去抢你玩具啊等等。他们不是，他们就是像围绕一个圈圈，然后呢对着中间在讲话，不像跟彼此在讲话哦。当下他就觉得怪怪的，然后就问老师说，他们这个状况持续多久？然后老师说，其实好像他们来没多久后就会这个样子。他问老师说是怎么回事？老师说不知道啊，就他们反正在那边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就感觉他们好像在玩之类的。那当然有去关切过，嘛。那关切完了之后，好像也没得到什么答案。那童言童语就说，那个他们在跟谁说话啊之类的。那老师听完，因为老师他也不能说太多，所以说老师就欲言又止这个样子。那家长听到其实就有点想说，要不然把他转学好了。这样的一个情形，那其实跟他们这样一样的想法的家长很多，可是问题是钱都付了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我那观众的儿子也不知道是他体质比较敏感还是怎么样，他就听说过一段时间，大概上了好半年吧，怎么样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那个表情啊，他说真的整个很呆滞啊什么的。然后他就想说会不会生病，就去给医生看，医生也说没问题。然后自言自语的状况也很严重，所以也去带精神科嘛，精神科就说搞不好真的是自闭症之类的，然后就是说要给他做什么等等的，但是好像状况都没有改善。最后有一次带到那个庙里面，带到庙里面感觉他就比较好了一点，所以说他就有去拜嘛，然后拜完之后回来有好了一段时间，给他带平安符上课，回来有好一段时间，他也不会在那边自言自语了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最后他有一个朋友好像就是有信教的吧，就说拿去给他朋友带去给他朋友看一下，说那死马当活马医嘛，看这状况到底怎么回事。然后那个带到庙，不知道是庙还是道场，然后就有给专门的人看。那专门人看完之后说，你的小朋友有跟东西啦这样子。
那他去处理一下。当然，这观众他最后也是很好奇，说为什么会处理的，为什么碰到这些状况。然后呢，那个不知道是那个道长还是什么，就是法师啊，就跟他讲说，缠上你小朋友的那个灵体，他是很喜欢小孩子的。然后他很喜欢小孩子的一个状况下，说看到这么多小孩子都会想要跟他们玩，这样子。最后，我那个观众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跑回来问这个老师说，之前是不是有老师在这边不幸的过世之类的？那老师有说，之前其实有一个男同事啊，他们就是不知道是工作太劳累还是怎样，身体不好，就回到家就不幸过世了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知道这个状况之后，大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。那当然到后面大家还是转学，因为不想让小朋友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我知道这里的故事跟传说。接下来把善景看完，顺便再来做一些简单的问与答吧。好，介绍完这个地方的一些传闻跟故事哈，我只能很遗憾的跟大家说，这里真的很可惜，太久没来。哎，再把它开了。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大教室了，都看不出来有贴什么东西了哦。对啊，这边都是被那电线拆了的，唉。OK， 什么都没有，全部都是杂草而已。你看，连这里的通向每间教室的路也都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操场更不用说，唉，但远处还有落雨松啊。对啊，再来看这一间呢，哎，这间打不开哦，好神奇哦。哦，也是空的，没什么东西啊。等一下，刚好好奇它这里贴了什么东西。哎，妙哎！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，为什么挂一个在这里啊？这里面空的，而且看不太出来里面有些什么哈。这些应该也是教室，可是都已经看不出来，东西都清光了，唉。没有办法，哎呀 ，OK， 好了，这个地方是真的有一点小，加上东西比较空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因为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又赶着进度跟档案，所以这个地方想说，就透过这次机会过来拍给大家，对啊。有故事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，有传闻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。OK， 好，那我想说的就是要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，你们今天能看的地方就到这里而已啊。接下来是会员才有的部分哦。那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이어서서